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19号。昨天是没有继续数钱哦，不然今天视频来聊一下。一些新粉丝也是在问，那现在如果再买比特币的话，来不来得及？或者是期货到底要怎么来操作？以及我个人15K 的多单，今天来聊一下。可能要计划报到100万美金，到时候要不要做平仓的动作？因为现在是有发现银行危机或者是银行倒闭，目前整个欧美体系的银行缺钱的幅度是超过08年的金融危机。等下来跟大家探讨。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uss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一些粉丝比较关心的问题啊。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是最近资金才进来，但是去年的时候，基本上老粉丝有听我建议，这1年多基本上是在满仓的结果，包括这一次压回的点位，也是建议粉丝一定要重仓。短短的不到1周的时间，比特币就涨了30%或者是40%。那现在如果真的还有资金的朋友要买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你期货先等一等啊，因为昨天是有看到量开始退潮了，就是它价格在涨的时候量有一点跟不上。那我的观点也不排除有可能是在等待23号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到底是不是会停止加息，还是说甚至有可能，我个人是猜测不排除会降息啊。然后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你如果真的还有资金，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仓位，不管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还是说其他的币种，其实现在涨上来要买也都是可以买，你不然就买一半，然后留一半的资金，防止它有没有大幅的回撤。但是会不会有这种大幅的回撤？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哦，大家知不知道场外有多少资金，有多少人要想办法把资金涌入到这个比特币市场？其实现在整个大牛市它趋势是很漂亮，才刚刚龙抬头的一个迹象，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指望它会不会再有这种大幅的下跌，主力会撒到这种程度，再压回到这种低点，或者是这种低点，让一些资金重新再回到这个车上嘛。因为这一次都已经压回到这么低的一个低点，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有可能目前缩量。你如果真的现货要买的话，可以一半买入一半，然后留一半资金，防这种回撤。或者是期货的买点，也想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最近其实盘是有一点震荡的情况下，每一天爆仓基本上是多空双爆，所以有可能也是说明目前的盘是缩量的结构，它有可能会震荡，就是大幅的上冲下洗。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红柱的一个片区，空方爆仓的一个幅度跟多方爆仓的一个幅度基本上是平衡的一个结构，就是说明盘中有可能会上冲下洗，这样子就是不一定它会继续拉升。如果下一次你要再做买入的点位，就是要留一些资金防这种，比如说它一波大局的下跌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基本上空方是不会爆仓，但是来到一个重要的点位，多方爆仓很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有资金在恐慌杀盘，甚至多方被爆。到时候你可以比如说期货再找点位来开仓，或者是也想跟大家聊一下，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利用这种贪婪跟恐惧的一个心态，因为上一次压回2万美金破2万的时候，当时的一个恐慌指数就是从之前的高位修正到这个低位，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支撑区的位置，恐慌低点，要买的话应该这种。现在来到高位的话，我的观点是，如果期货还要开单的话，其实点位很难守，有可能盘中就会被上冲下洗。个人的观点就是，你如果真的还要买的话，我是不反对，盘中有压回，你要买现货都可以买，要有被套的准备。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短期的技术形态啊，也就是这一次上涨接近2万8的这个位置，去年的时候就一直在跟大家讲，跌得这么深，1年多的下跌，不要去做空啊，有可能上涨起来，不排除会来到 0.38 的位置，就是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2年3月份这个4万8的高点，你连到这个1万5的低点，它这一次上涨已经来到 0.382 的这一个2万8附近，所以也是跟大家讲了几天，有可能第3个上涨目标位，这个位置短期留意一下，到底会不会过的情况下，昨天是有跟大家提到，还有一个目标位是在29400美金。那这个位置为什么短期现在开始震荡？因为也是看到缺量有一点有可能是主力在等待23号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还有一点其实从技术形态来观察，就是它每一次布林线出上轨的时候都是不适宜追加，有可能会回到这一个布林线轨道内。因为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
20%的时间它才会去强势出轨，它基本上80%的时间都会在这一个上轨跟下轨的这一个空间内来波动。那比如说上一次这一个破2万的位置，为什么大胆的跟大家讲你要重仓是千金难买牛回头的机会，就是因为当时这个位置破了日线的波形线下轨。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也就是这一次低值昨天是有跟大家聊到，最近我们要去观察一下这个低值到底能不能给我穿过80上方，有可能这种位置强势震荡完以后，只要它不大幅的往下破，不排除有可能整理到位，会不会再往上去挑战。然后它现在其实整个趋势是非常漂亮，势道是非常的强所以空方的朋友不要在这种位置想着要不要做空，现在整个趋势全部都是牛市向上的结构下，还有人在这边想着要做空。我的观点是你去观察一下，连这一个5MA 都没有跌破所以短线它也是有可能涨多了，在漫步整个通道边缘，就是有可能是在上轨跟5MA 之间，就是缓慢的，就是看会不会往上升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我个人长线的上涨目标，为什么有可能要看到100万美金除了之前在低点的时候也是有跟大家讲过，比如说月线里面它这一个减半的时间已经是分享了有好长一段时间，历史上它每一次比特币减半的时间一般跟见底的时间都是会提前1年多。比如说20年5月份产量减半，这个位置价格已经来到1万，但是它实际见底的时间是在19年初这个位置价格是在3000美金。那16年7月份产量减半，价格也是在500-600附近，但是实际见底的时间是在1年多以前，这个位置价格是在150美金附近。而且历史上每一次牛市的涨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5年整个牛市的涨幅到17年是涨了100多倍，然后12年的整个牛市涨幅也是涨了几百倍所以我的观点是，最近银行倒闭的事件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我估计全球的央行要开始继续放水了，包括昨天也是有看到这一则消息，粉丝朋友分享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次美国那边银行倒闭，然后最近美联储贴现窗口借贷飙升至创纪录的，这是10亿、100亿、1000亿、1500亿。08年的时候，当时危机爆发的时候，整个银行借贷的记录，它这个高点都没有达到1500亿这个位置大约是在1000亿附近。所以包括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条推文也是 BitMax 的那一个创始人，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也是在喊加油，比特币估计未来有可能就是要值100万美金，因为很多央行现在是不断的在放水包括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聊到这一则消息大陆那边现在是准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所以全球的央行是看到有可能真的就是金融危机，它肯定要放水很多人之前在低档的时候是觉得危机现在整个宏观方面根本就不支撑这一个比特币牛市的一个基础，但是也是跟大家讲，你看到危机，我估计有可能后面就是会有事件那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是不是先知先觉？这就跟大家讲了，危机不要去管它。经济衰退，如果物价能控制住，我的观点就是历史的经验，所有的央行它都会以放水来刺激整个经济然后我想跟大家再聊一个观点，大家知道美国银行那边倒闭，难道大陆的银行就没有风险吗？如果房价跌的情况下，为什么现在它要放水？如果房价跌的情况下，那一些银行里面的那一些贷款有没有可能出现危机？我的观点是，不光是欧美那边的银行会倒闭，世界上包括大陆的银行肯定会有倒闭的风险，所以资金不要放在银行。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